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王刚。本期视频我跟大家分享的传统鲁菜——葱烧海参。首先，我们准备几根纯淡干海参。视频中的海参产地是大连人工养殖的刺参，大小重量约为50头。所谓50头的意思，即50只海参加起来重量为1斤，头数越小，海参越大。泡发之前，我们首先记录大小。以这根海参为例，体长约为6厘米，重量约为12.3克。将海参加入纯净水，封好保鲜膜，放入保鲜室3天。这一步的目的是提前冷水发制，每隔24小时都需要把海参清洗并换水。泡发24小时之后，海参的长度约为8厘米，重量大约为24克。泡发第2天，泡发48小时之后，海参的长度不变，依然是8厘米，重量为33.6克。同时，海参上面的刺也明显变大变长。泡发第3天，泡发72小时之后，长度增长至10厘米左右，重量为43克。此时的海参已经基本开始发胀，其背部的满天星和刺已经凸显，和腹部的吸盘也同时发胀，吸盘看起来饱满且发达。初步发胀之后开始煮制。首先我们在不锈钢锅中加入适量的纯净水，然后再把海参放入锅中，开大火烧开之后转小火，中途再撇去浮沫，然后转中小火将海参煮1.8小时。这一步的目的是让海参在冷水发制的时候效果更好。同学们切记，海参需要根据其大小、头数来控制煮制的时间。煮制的时候海参浮起来，可以用筷子挤压海参肚子里面的气，使其海参再次沉底。海参煮制1.8小时之后即可捞出。海参捞出之后用清水清洗干净。清洗干净之后，用刀将海参的肚子划开。肚子划开之后，用手去除嘴部白色的异物，然后再次清洗干净。海参在煮制的时候维度会缩小一些，这是正常现象。以及经过煮制之后，长度缩短1厘米，重量减少6克。海参缩小之后，只需要用冷水浸泡之后即可再次发胀，然后加入纯净水，封膜放保鲜柜浸泡24小时。中途每12小时换水。海参第一次煮制浸泡24小时之后捞出清洗干净。此时的长度为10厘米，重量为55克。第2次煮制，然后再次将海参下锅，用纯净水煮1.6小时。同学们切记，可以适当的多加一些纯净水，因为长时间的煮制会让水分大量蒸发，多加水也可以保证海参能够更好的受热。煮制1.6小时之后，用筷子从海参的中间夹起来抖动，抖动的时候观察海参两边是否有点下垂，如果下垂则说明海参已经煮制到位。将海参煮制1.6小时之后捞出，同样清洗干净之后用纯净水浸泡24小时。2次煮制浸泡24小时之后，海参的长度依然为10厘米，重量增长至约为73克。然后我们把其中比较硬和比较软的海参分开。下一步继续煮制。第3次海参区分煮制，锅中加入比较多的纯净水，然后将较软的海参插上牙签作为记号，分别下锅。较软的海参只需要水开小火煮15分钟，较硬的海参则煮25分钟。喜欢更软糯口感可以增加煮制的时间。然后在15分钟和25分钟分别捞出海参。海参捞出之后，将其清洗干净，再次浸泡24小时。海参泡发成品展示。最后，我们将泡发好的海参再次测量，其长度大约为13厘米，重量大约为103克，和原始重量相差大约为8.5倍。下一步，我们开始制作简易烧海参的简易版清汤。首先，我们准备老鸡、老鸭各半只，去除尾部之后，将其剁成小块备用。同学们切记，最好选择2年以上的母鸡、母鸭。这样制作出来的清汤既香又鲜。准备前肘1整个，处理干净之后从中间划开备用。准备适量的姜蒜改刀备用。最后准备新鲜的鸡胸肉1大块，去除上面的筋膜之后切成小块，然后剁成鸡肉蓉备用。剁好的肉蓉需要用刀抹开，反复观看比较细腻即可。嫌麻烦的同学可以直接用料理机搅碎。下一步开始制作。首先我们在锅中加入适量的清水，然后下入处理好的原材料焯水，
大火烧开之后再撇去浮沫。原材料焯好水之后将其捞出，然后把水倒出放入盆中保存备用。同学们切记，煮鸡鸭肘子的原汤需要保存，在最后扫汤的时候可以用上。然后重新把焯水的鸡鸭肘子下锅，再加入较多的清水，开大火烧开。同样大火烧开之后再撇去浮沫，然后转中小火煮2.5小时。煮制的时候需要让锅中保持微微的沸腾，这样才能够将鸡鸭肘子的鲜香味调出来。煮至40分钟的时候，把锅中的大葱捞出。这一步的目的是防止大葱久煮发酸，同时煮热的时候需要偶尔翻动，这样可以防止肘子粘锅煮糊。吊汤的空隙，我们开始准备卸料子。盆中加入剁好的鸡肉蓉，加入适量的葱姜泥，然后加入适量焯水的原汤，再把鸡肉泥搅拌散开。最后加入5斤左右的原汤，搅拌均匀即可。待清汤煮至2.5小时之后，捞出原材料，然后用熨斗清理细渣。去除细渣之后，将锅离火，第一次加入约1半的鸡料子下锅，然后转微小火把鸡料子煮至浮起来。这一步的目的是通过鸡肉蓉成熟的过程，带起汤中乳化的油脂和杂质。待鸡料子受热凝固之后，用熨斗捞出。这一步的目的叫做扫汤，然后再倒出清汤，把锅重新清洗干净之后再过滤一遍，再加入剩余的另1半鸡料子下锅，然后以同样的方式再一遍清汤。吊汤完成之后，用更细的纱布过滤一遍，去除杂质。吊好的清汤成品应该像清水一样清澈。下一步开始制作简易版葱油。准备章丘大葱1根，切下葱白和绿叶，再将葱白的中间切下2层，剥下来取出葱心，然后把葱白和葱叶切成片备用。准备生姜1小块切成片备用。最后把葱心切成6厘米左右的段备用。下一步开始靠葱油，锅中加入适量的花生油，然后直接将切好的姜葱片下锅，开小火把姜葱烤香，中途加入适量的山东红花椒，小火把姜葱炸香，炸至金黄色之后捞出备用。然后锅离火下入切好的葱心，转小火以同样的方式把葱心烤香。同学们注意，这一步必须开小火低油温炸，高油温容易把葱心炸裂开，影响卖相。葱心炸香靠透之后捞出，然后倒出葱油备用。下一步开始制作海参烧汁。首先我们在刚才炸葱油的锅中加入适量的白糖，然后转中小火把白糖炒制成不老不嫩的糖色。糖色炒至小泡消除起大泡的时候，下入调好的清汤。清汤烧开之后，开始准备调味。锅中加入炸好的葱心和适量的葱姜皮，再加入几颗干贝，加入适量的食用盐，加入少许白糖。调味烧开之后，再倒入碗中。下一步开始将海参初步去腥入味。首先我们把发好的海参放入碗中，然后加入调好的清汤没过海参。碗中加入适量的食用盐入底味。最后把清汤海参和海参烧汁放入蒸锅中，分别把海参烧汁蒸10分钟，把清汤海参蒸15分钟入味。10分钟和15分钟之后分别将其取出。下一步开始烧海参。首先我们在锅中加入适量的葱油，油温烧至6成热之后，将海参放入炒勺中，然后炒勺加入适量的葱油，把海参拉油，再把海参放入漏勺中，再将锅中的热油对着海参的肚子冲一遍，然后开始准备烧汁。锅中放入蜜漏，将蒸好的海参烧汁过滤一遍，把中间的葱心夹出来放入锅中，然后加入拉过油的海参，加入准备好的葱姜料酒去腥，然后转中小火把海参烧至3至5分钟。这一步的目的是把海参烧至入味。中途开始调味，锅中加入食用盐1勺，加入少许白糖。调好味之后开始勾芡，锅中少量多次加入芡粉，把汤汁收浓。收汁的标准是芡汁能够均匀地挂在海参上面即可。
收至够芡之后，再加入适量的葱姜油。淋好葱姜油之后，即可出锅装盘，然后夹出海参和葱心，最后再淋上汤汁即可。一道传统鲁菜葱烧海参就制作完成。下面开始技术总结。第一，葱烧海参最重要且最需要重视的是海参的发质，不同大小、不同质地、不同产地、不同类型的海参发质时间均有所不同。视频中海参的品质为大连纯淡干海参，大小为50头，重量约为12.3克，未发质之前的长度为6厘米，背部有满天星和6排刺，腹部吸盘完整。第二，海参发质完成之后，需要用清汤煨制入味。视频中采用的是直接用清汤蒸入味，方法不同，但效果殊途同归。第三，炼制葱油最好用章丘大葱，先用葱皮和葱叶炼制，最后再加入葱心靠香。葱椒泥的制作方法：首先用适量的山东红花椒放入碗中，加入适量的清水或者料酒浸泡1小时，然后用1根章丘大葱葱白切碎。最后加入泡好的山东花椒和章丘大葱葱白一起剁，36000刀，剁成葱椒泥之后，再加入适量的料酒浸泡，最后食用其中的料酒即可。第四，师傅曾经说过，烧菜逢烧必炸，所以传统海参在正常流程中应该有拉油的部分。师傅还说过，鲁菜无椒不香，吊海参鸡料子中加入了葱姜泥，以及最后烧海参的时候加入了葱椒料酒。葱烧海参的技术总结完毕。下面开始成品展示。关注美食作家王刚，这里总有一款属于你的菜。